看懂经济，先读政治。留学生家长群已经炸裂了，从小让孩子学英文，报国际班，准备托福，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那张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有人接着说：“醒醒吧，美国已经不欢迎你家孩子了。”当教育不再为了知识流动而讲立场，真正的脱钩才刚刚开始。美国驻华大使的官方公众号是这么发布新闻声明的。第一句，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从传统上来讲，美国的制度设计是要限制个人权利，强调程序正义。政府的每一项决策都应该由规则来驱动的，而不是情绪驱动。这份签证声明显然不是一个技术官僚应有的表达方式，更像是圣旨道。美国过去之所以能够成为科技创新强国，靠的不是谁当总统，而是制度保障下的人才自由流动。可是现在，当一个留学生签证的政策都要打上总统的意志，那么意识形态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美国确实是发生了它建国以来最大的变革。那什么是意识形态呢？举一个例子，侯亮亮和高小琴他们是一对小夫妻。有一天，侯亮亮回家晚了，高小琴说：“你为什么回家这么晚？你根本不在乎我，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侯亮亮说：“我这不是在挣钱吗？我也不想加班，但是工作要紧啊。”你看，这两个人其实吵的并不是几点回家这个具体的问题，而是背后隐藏的价值观冲突。一个追求情感陪伴，另外一个则认为经济责任更加重要嘛。就像你跟你的女朋友吵架，吵不赢，根本吵不赢。这就是意识形态的本质，它不是围绕着具体利益去争吵的，而是围绕着对错、信仰和价值的冲突。当然，这不是民主的本意，而是民主的异化了。当一个民粹主义总统把权力当作武器，这种教育脱钩的趋势就不再是偶发事件，而是结构性的退场了。你可能会说，这只是政策收紧，不影响大局的。可是真正的问题是，教育脱钩不只是政治议题，更是市场议题。我们来看看美国大学系统背后是什么。那是一整套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庞大的教育产业链啊！美国的大学并不是一个体制内的系统，而是一个市场导向极强的产业链。美国前100所大学当中，大部分都是私立学校，他们不靠财政拨款吃饭，而是靠学生的学费和校友捐赠活着的。举个例子，哈佛大学的运营收入当中，约21%是来自于学费，45%是来自于捐赠，而且很多是华人捐赠的呀。然后近40%是来自庞大的捐赠基金，不过还有大约10%是来自于政府资金对研究经费的补贴。国际学生在这套系统当中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不然他怎么会捐赠呢？不让他有一个名额，怎么让首富们去捐赠呢？在2023年到2024年学年，美国共接收了超过110万名国际学生，他们为了美国经济贡献了440亿美元，创造了超过37万个就业岗位。这其中中国学生他是顶流啊，超过了30万人赴美留学，每年贡献至少达到150亿美元以上的收入。如果中国学生不来了，会怎么样呢？科研项目断了资金链，教学预算缩紧，很多研究中心将被迫裁员或者是关停。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教育市场的信心将要崩塌的呀。波及到的是一些咨询啊、学生服务啊、租赁啊、消费等等各个行业。这是一整条的教育产业链所受到的震荡，而不只是几所学校的问题了，这个就是市场经济啊。美国的大学之所以强大，不是因为他们钱多设备好，而是因为它一直是站在全球知识流动的中枢节点之上啊，就是把全世界聪明的人都吸引过来，然后再给他们更多的研究经费，更宽松的制度环境，这才是美国教育科技强国的根本原因啊。以硅谷为例子，数据显示，硅谷科技企业的工程师当中有超过60%是拥有移民背景的，而在 AI 和半导体核心岗位上，华人占比甚至是超过30%啊。OpenAI 的早期论文当中，竟有一半的作者是拥有中国教育背景的。
谷歌、Meta、英伟达的 AI 团队当中，中国留学生、印度工程师和伊朗科学家并肩作战才造就了今天的大模型、芯片等等架构那现在呢，特朗普政府为了莫须有的安全，切断了这种流动，可喜可贺也是变相的解决了我们苦恼很久的问题。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高材生，去美国镀完金，他就不回来了。不要忘了，科技的尽头从来不是芯片、算法、AI， 而是人才。越是顶尖的技术竞争，越不是比的谁实验室更大，谁更有经费，而是比谁能把聪明的人留下来。美国工程院士当中，超过1/3他是有移民背景的。硅谷最成功的初创企业当中，70%以上的创始团队至少有1位是海外留学生。表面上都是科技战，其实就是人才战嘛。万万没有想到，中国科技的机会原来是这么富有戏剧性的。当越来越多的青年技术人才回流，如果我们能把教育、科研、创新三者做成一个完整的闭环，那么这场教育脱钩不仅不是一场损失，而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是中国知识体系从附庸走向独立的临界点。如果此刻中国还能抓住机会，吸引全世界的人才，那必将是沉默已久的东方巨龙自汉唐盛世以后再次立于世界之巅的机会了。当然，回到留学产业链，留学中介们肯定是无眠了，但是为留学生搭建新的就业通道，它也是一个机会呀。世界不再是单向的流向美国，它正在变得多极多元。现在重要的是谁能承接、激发并且留住人类宝贵的资源、认知、创造力和好奇心呢？我说完了，文字版放在某众号小狮子的书房，再见。